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护照差异引发的婚姻危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，也希望能给正在跨国婚恋或者计划跨国婚恋的朋友们提个醒。话说有一对新婚夫妻，妻子小林是上海姑娘，丈夫阿佳是台湾小伙。两人是通过我的红娘服务认识的，那时小林在上海的外企工作，阿佳则是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创业家。两人一见钟情，经过半年热恋，去年10月份就举办了婚礼。婚后小两口生活甜蜜，阿佳在上海的事业也蒸蒸日上。为了庆祝新婚，同时犒劳平时工作辛苦的妻子，阿佳决定在今年2月份带小林去芬兰度蜜月、看极光、住冰屋，来一场浪漫至极的北欧之旅。老婆，我帮我们订好机票了，下个月15号出发，芬兰赫尔辛基，咱们去看极光。阿佳兴冲冲地对小林说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芬兰耶，我一直超想去的。小林惊喜尖叫，阿佳你也太会给惊喜了吧。当然啦，这可是我们的蜜月旅行，一定要特别一点。阿佳得意地说，而且2月份正好是看极光的最佳时机。小林激动得不得了，立刻开始做攻略，研究芬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需要准备什么衣物。两人忙前忙后，准备签证材料，办理各种手续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办理签证的过程中，小林发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事实。阿佳，你不用准备邀请函和资产证明的吗？小林疑惑地问道。不用啊，我们台湾护照可以免签去芬兰，直接飞过去就行了。阿佳一边整理文件一边回答。哈，免签？这么方便的吗？小林惊讶地瞪大眼睛。对呀，台湾护照可以免签进入申根国家，停留90天没问题。阿佳说的云淡风轻，好像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小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护照之间还有这么大的差异。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多想，只是埋头准备自己的签证材料。好在他工作的外企提供了不少帮助，加上阿佳也有不少资产证明，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了。2月15日，两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浦东国际机场，准备踏上他们期待已久的蜜月之旅。我怎么有点紧张啊？排队等待出境检查时，小林小声对阿佳说。紧张什么呀？阿佳笑着捏了捏他的手，签证都办好了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就是感觉第一次出国，好像有很多不确定因素。放心啦，有我呢。阿佳拍拍胸脯，信心满满地说。两人分开排队，阿佳走台湾居民通道，小林走中国大陆居民通道。很快，阿佳就通过了检查，在另一边等小林。然而，小林却迟迟没有出来。10分钟过去了，阿佳开始有些担心，掏出手机准备给小林发信息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小林打来的。阿佳，我被扣下来了。小林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阿佳顿时紧张起来。海关说我的资料有问题，让我去边检室接受调查。别慌，我这就过去找你。阿佳赶紧去寻找边检室，却被告知他无法进入，他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小林终于出来了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怎么回事？没事了吧？阿佳赶紧迎上去，关切地问道。他们说我的签证材料有瑕疵，差点不让我过关。小林无奈地说，幸好我解释清楚了，还给公司打了电话确认，才放我过来。吓死我了，没事就好。阿佳松了一口气，搂住小林的肩膀，走，我们去候机吧，别耽误了飞机。两人来到候机区，小林看起来还是有些心有余悸。你刚才是不是直接就过来了？连问都没被问。对啊，拿护照给他看一下就过来了。阿佳说，我们台湾护照出入境一般都挺顺利的。小林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没说什么。搭乘飞机的过程倒是顺利，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，两人终于抵达了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场。下了飞机，两人再次分开排队。阿佳走欧盟欧洲经济区瑞士台湾通道，而小林则走非欧盟国家通道。令小林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的经历比在上海时更加戏剧化。阿佳很快就通过了边检，海关官员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他的护照，问了几个常规问题，就盖章放行了。而小林那边却排起了长队，每个人都要接受详细盘查。轮到小林时，
金发碧眼的芬兰边检官员仔细检查他的护照和签证，问了很多问题：来芬兰的目的，计划停留多久，住在哪里，有多少现金，有信用卡吗？甚至还详细查看了他的往返机票和酒店预订单。你丈夫是谁？边检官员严肃地问道。就在外面等我，他是台湾人。小林紧张地回答。可以请他过来一下吗？我需要确认一些信息。小林赶紧打电话给阿佳，阿佳很快就来到边检处。边检官员看了看阿佳的护照，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态度明显比对小林友善得多。好的，一切正常。边检官员微笑着对阿佳说，然后转向小林，欢迎来到芬兰，请享受你的旅程。总算通过了边检，小林长舒一口气，但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他看着阿佳轻松自如的样子，突然感到一种微妙的不平衡。怎么了？阿佳敏锐地察觉到妻子的情绪变化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好累。小林勉强笑了笑，过海关比坐10个小时飞机还累，是有点麻烦，不过没事啦，已经过关了。阿佳乐观地说，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蜜月旅行啦。两人拿了行李，坐上前往市区的机场大巴。一路上，小林都很安静，看着窗外的雪景，若有所思。在想什么呢？阿佳问道。阿佳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的护照可以免签芬兰，而我却要办那么复杂的签证？小林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这个啊，阿佳想了想，主要是因为台湾护照的国际认可度比较高吧。我们可以免签进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全球护照含金量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，170多个。这么多啊，小林惊讶地说，那大陆护照呢？大陆护照好像可以免签去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吧，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。阿佳说，但确实和台湾护照还有一定差距。小林默默地消化着这些信息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他和阿佳虽然是夫妻，却因为持有不同的护照而在国际旅行中享有完全不同的待遇。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，阿佳问道。没有啦，就是觉得有点不公平。小林叹了口气，同样是中国人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？这个嘛，阿佳思考了一下，可能和各自的国际关系、政治制度、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吧。台湾早期就开始与很多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，护照互免政策也谈得早。小林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他知道阿佳说的有道理，但心里还是有些酸涩。到了酒店，两人办理入住手续，接待他们的芬兰服务员看到阿佳的台湾护照，立刻露出友善的笑容。啊，来自台湾。我有个朋友去年去台湾旅游，他说那里非常美，人们非常友好。服务员热情地说，是的，台湾很美，欢迎你也来玩。阿佳自豪地回应。服务员又看了看小林的护照，脸上的表情明显冷淡了许多，只是公式化地说了句欢迎来到芬兰，然后递给他们房卡。小林看在眼里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进入电梯后，他忍不住说道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服务员对你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？有吗？我没注意耶。阿佳一脸茫然。当然有啊，看到你是台湾人就热情的不得了，看到我是大陆人就冷冰冰的。小林有些激动，就连问话的语气都不一样。阿佳挠挠头，可能只是你想太多了吧，他们对客人都挺友善的啊，你根本就没感受到，因为你没经历过。小林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从机场到现在，我们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。你轻轻松松就通关了，我却被盘问了半天。你走的是欧盟通道，我却要在非欧盟通道排长队。现在连酒店服务员都对你特别热情。阿佳被妻子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。小林，别生气嘛，这些都只是程序问题，不代表什么的。程序问题？小林冷笑一声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程序差别？不就是因为护照背后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吗？我们明明都是中国人，凭什么台湾护照就比大陆护照含金量高这么多？这个嘛，阿佳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妻子的质问。电梯到了他们的楼层，两人沉默着走向房间。进入房间后，小林坐在床边，情绪依然低落。阿佳走过去，轻轻抱住他。对不起，我之前确实没注意到这些差别，也没考虑到你的感受。阿佳柔声说道，不管护照有什么不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小林靠在丈夫肩上，
默默点头，但心中的不平衡感并没有完全消散。第二天，两人按计划去参观赫尔辛基的几个著名景点。芬兰2月的天气寒冷刺骨，但幸运的是天空晴朗，阳光明媚。他们先后游览了赫尔辛基大教堂、岩石教堂和芬兰国家博物馆。小林的心情也渐渐好转。午餐时间，他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家当地餐厅。点完餐后，小林去洗手间，恰好听到2个芬兰服务员用英语交谈。那对亚洲夫妇是从哪里来的？一个服务员问道。丈夫是台湾人，妻子是中国大陆人。另一个回答，哦，怪不得，台湾游客通常很有礼貌，消费也大方，但那些大陆游客你知道的，经常大声喧哗，不遵守规则。是啊，但那位太太倒是看起来很有教养，可能是因为嫁给了台湾人吧。两人说完，笑着走开了，完全没注意到小林就站在不远处。小林感到一阵热血冲上头顶，又气又委屈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泪水回到餐桌。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看，阿佳关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小林勉强笑笑，不想破坏今天的好心情。午餐后，他们继续他们的观光之旅。傍晚时分，两人决定去尝试芬兰传统桑拿。在桑拿中心，他们又一次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工作人员看到阿佳的台湾护照，热情地介绍各种桑拿设施和注意事项。看到小林的中国护照，则简单地指了指更衣室的方向。离开桑拿中心后，小林终于忍不住了。阿佳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国际上旅行是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，从来不用担心签证问题，也不会被人区别对待？阿佳想了想，诚实的回答，基本上是这样吧。我去过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免签或落地签，很少遇到麻烦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大陆人出国有多麻烦？准备各种材料，填各种表格，还要担心被拒签。就算成功拿到签证，入境时还是可能被海关刁难。小林越说越激动，我以前想去日本旅游，光准备签证材料就准备了2个星期，最后还是被拒签了，理由是无法确定申请人有返回意愿。我不知道，阿佳低声说，我确实没经历过这些，你当然不知道。小林的眼泪终于落下来，就像你不知道那些服务员在背后怎么议论我们一样，他们把台湾人捧上天，却看不起大陆人。他们说什么了？阿佳皱眉问道。小林把在餐厅洗手间听到的对话告诉了阿佳。阿佳听完，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，这太过分了，他们不该这样区别对待人。阿佳生气地说，我会去投诉那家餐厅。投诉有什么用？小林苦笑道，这种偏见不是1-2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态度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我和你之间除了成长环境的不同，还有护照带来的国际地位差异。小林阿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一直享受着台湾护照带来的特权，而妻子却因为持有不同的护照而面临各种不公平待遇。两人沉默地走在赫尔辛基的街头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傍晚的寒风吹过，小林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阿佳立刻脱下自己的围巾，轻轻围在小林脖子上。对不起，我以前真的没意识到这些差别。阿佳诚恳地说，但你要知道，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的护照，不是因为你的国籍，而是因为你是你。小林看着丈夫真挚的眼神，心中的怨气消散了一些。我知道只是这几天的经历让我感觉很复杂。小林叹了口气，而且我忽然想到，如果我们以后有了孩子，孩子跟着你的户籍就能拥有台湾护照，享受更多国际便利。如果跟着我，就只能用大陆护照，面临各种限制。这种差别让我觉得很不平等。阿佳沉思片刻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让孩子拥有双重身份啊，在台湾登记户籍，同时也在大陆登记，这样孩子可以同时拥有两地的福利和便利。真的可以这样吗？小林惊讶地问。当然可以啊，现在两岸关系不断改善，很多政策都在向着更便利的方向发展。阿佳笑着说，而且我相信，随着大陆国际影响力的提升，大陆护照的含金量也会越来越高。小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两人继续向前走，来到一家咖啡店。阿佳点了2杯热巧克力，递给小林1杯。你知道吗？阿佳轻声说，其实我们台湾人的护照虽然免签国家多，
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却很尴尬。很多国际组织不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，我们参加国际赛事也只能用中华台北的名义，是吗？小林有些意外。每个护照都有其优势和劣势。阿佳继续说道，大陆护照背后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，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。而台湾护照虽然在旅行便利上有优势，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常常被边缘化。听了丈夫的话，小林心里平衡了一些。她意识到自己之前可能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，而忽略了背后更复杂的国际关系。而且阿佳笑着补充道，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，大陆护照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。你看，这几年大陆护照免签的国家已经从40多个增加到70多个了，未来还会更多。希望如此吧。小林微笑道，毕竟谁也不想旅行的时候处处受限制。没错，阿佳举起杯子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干杯。小林也举起杯子，与丈夫轻轻碰了一下。热巧克力的温暖驱散了她心中的一些寒意。晚上，两人回到酒店，准备第二天去罗瓦涅米，芬兰的圣诞老人村。阿佳在浴室洗澡的时候，小林拿出手机，开始搜索关于台湾护照和大陆护照的信息。他发现台湾护照确实在全球护照排名中位居前列，可以免签或落地签进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而中国大陆护照虽然近年来有所提升，但免签国家数量确实只有70多个，差距真的很大啊！小林喃喃自语。他又搜索了一些关于两岸关系的新闻和评论，了解到台湾地区虽然在国际旅行便利性上有优势，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确实面临阿佳所说的那些尴尬处境。阿佳洗完澡出来，看到小林正专注地看着手机，在看什么这么入迷？她好奇地问。再查一些关于护照的信息。小林抬头看着丈夫，你说的没错，每个护照都有其优缺点。阿佳坐到小林身边，轻轻搂住他的肩膀。知道吗？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，说大陆正在努力提高护照的国际地位，据说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将免签国家数量提高到100个以上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小林眼睛一亮。而且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对中国大陆公民提供签证便利。阿佳继续说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的护照含金量会大大提升的。小林感动地看着丈夫，心里暖暖的。她知道阿佳是在努力安慰她，让她不要因为护照问题而感到自卑或不平。谢谢你，阿佳。小林轻声说，谢谢你理解我的感受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啊，你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。阿佳温柔地说，而且我们小时候学的可都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无论台湾还是大陆，根都是一样的。小林靠在丈夫肩上，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，她开始期待明天去圣诞老人村的行程，也开始重新思考护照差异背后的真正含义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乘坐火车前往罗瓦涅米。这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小城是芬兰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，因为是圣诞老人的家乡而闻名于世。在火车上，小林把昨晚查到的一些信息告诉了阿佳。你知道吗？我查了一下，台湾护照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免签待遇，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另一方面也与台湾当局长期以来的外交努力有关。小林说道，比如台湾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就开始推动南向政策，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经贸关系。对，没错。阿佳点点头。台湾的国际空间虽然受限，但在经贸、文化等软实力方面一直很注重经营。而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小林继续说，就是那些对台湾免签的国家，大多也是与大陆有良好关系的国家。他们区分对待两地居民，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考量，而非政治立场。这个观察很深刻。阿佳赞许地说，确实，很多国家对台湾的免签政策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一中原则上有不同立场，只是因为台湾游客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，同时移民倾向相对较低。小林点点头，我以前总觉得护照就是身份的象征，现在看来，它更多的反映的是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和务实考量。两人就这样一路讨论着，很快到达了罗瓦涅米。
下了火车，他们先去酒店放行李，然后直奔圣诞老人村。圣诞老人村是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彩灯、松树和圣诞装饰。小林和阿佳的心情都随之变得轻松起来。他们参观了圣诞老人办公室，与圣诞老人合影，还在北极圈线上留下了足迹。傍晚，他们入住了罗瓦涅米的一家玻璃屋酒店，躺在床上就能欣赏北极星空。小林兴奋地说：“真不敢相信，我们现在正躺在北极圈内的玻璃屋里，头顶就是满天星斗。别急，今晚如果运气好，还能看到极光呢。”阿佳微笑着说。果然，大约晚上10点，天空中开始出现淡绿色的光带，渐渐变得明亮起来，在夜空中舞动。极光，真的是极光！小林激动地坐起来，眼睛闪闪发光。阿佳也起身，与妻子一起欣赏这自然奇观。绿色的光带在夜空中飘动，有时像轻纱，有时像波浪，美得让人窒息。太美了，小林喃喃道，不自觉地靠在阿佳肩上。阿佳搂住妻子，柔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芬兰人相信在极光下许愿会实现。”真的吗？小林抬头问道。是啊，我们一起许个愿吧。两人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默许愿。片刻后，小林睁开眼睛，好奇地问：“你许了什么愿？”我许愿我们的爱情像极光一样美丽，永远照亮彼此的生活。阿佳真诚地说：“不管世界怎么变，不管我们的护照有什么不同，我们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。”小林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我也许了类似的愿，我希望我们能一直相互理解，不被外界的差异影响。还有，他顿了顿，我也希望有一天，大陆护照和台湾护照能享有同等的国际地位。我相信会的。阿佳温柔地说，随着中国的发展，大陆护照的国际地位一定会不断提高，而且说不定未来两岸关系会更好，台湾和大陆居民都能享受同样的国际便利。小林笑着点点头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两人相拥而眠，窗外的极光依然在夜空中舞动，仿佛在见证他们的爱情和理解。蜜月归来后，小林有时还会想起在芬兰的经历，那次旅行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护照差异带来的不平等，但同时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爱情可以跨越国界。身份和护照的差异，阿佳对他的理解和支持远比那些外在的不便更重要。半年后，小林怀孕了。当医生告诉他们将迎来一对双胞胎时，小林和阿佳惊喜万分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正好一个随你的姓，一个随我的。阿佳兴奋地说，他们可以同时拥有台湾和大陆的身份，享受两地的文化和福利。他们会是真正的两岸和平的小使者。小林微笑着抚摸自己的肚子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护照的差异仍然存在，但它已不再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，而是成为了他们相互理解、共同成长的契机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跨国或跨地区婚姻中，难免会遇到各种现实问题，包括身份差异、文化冲突等，但只要双方能够坦诚沟通、相互理解，就能克服这些困难。爱情不是要抹平所有差异，而是要学会理解并尊重这些差异。就像小林和阿佳一样，他们没有回避护照带来的不平等，而是正视它、理解它，最终超越它。希望所有的跨国恋人都能像他们一样，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不忘初心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